YouTube 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上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新年期间大家都没有办法balik kampung哦。你是不是很想念你的阿公阿嬷、姨妈姑爹嘞？而年轻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很想念你的阿公阿嬷、姨妈姑爹的红包嘞？不要讲现实啊，毕竟我也有经历过你这样子的年龄的啦，好。所以今年啊，我们终于有机会balik kampung了。但是啊，在balik kampung之前啊，你得为你的车子做以下检测，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安心安全的回到家啦。好了，废话不多讲，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Let's go。有些人觉得白天balik kampung呢，会可能是一个很塞车的事情，所以选择凌晨balik kampung啦。所以凌晨balik kampung的话，我们要先确保我们的大灯，所有的灯具它的工作都是正常的，不管是你的小灯啊、大灯啊、高灯啊、signal 灯啊、reverse 灯啊、parking 灯啊，还是 brake 灯，通通都要工作正常。这样的话呢，在夜晚行驶的时候，你的前路才会一片光明啦。OK，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engine 的部分有什么要检查的。首先 engine 的部分最主要的肯定是 check 一下你的黑油到底够不够啦。我们可以从这个黑油针上面看到，如果你的黑油 level 是刚好在这个指针这边的话呢，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再来，如果你的黑油很肮脏、很黑的话，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换掉会比较好啦。但是如果你看到你的黑油的 level 是不在这个针上面的，我个人建议可能你要 check 一下，到底你的 engine 有没有漏油，还是有没有吃黑油的问题啦。所以这一点的话，最后这个检查工作就可能很基本，就是你看一下这个油针啊，还没到 level。如果真的没到 level， 你还是找 foreman 彻底的检查一下会比较好咯。再来第二个最主要就是你的 brake 油啦，我们可以通过观察 brake 油的弧，它这边的刻度。如果你的 brake 油是在 minimum level 这边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 brake pad 有没有少，还是你的 brake system 有没有漏油。当然，如果 brake pad 少的话，就肯定是换 brake pad； 有漏油的话，肯定是做漏油啦。当然，如果只是少一点点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的去 top up。再来，如果你的 brake 油啊很肮脏，好像 kopi-o 这样子的话，我个人建议也是要换掉会比较好。毕竟这个 brake 油肮脏的话，也会影响到你的 brake 在做工时候它的这个工作的顺畅。再来可能严重一点，还会导致你的 brake 没有 brake， 也是有可能性的啦。然后我这辆车呢是 manual gear 的，manual gear 的话，我这边是有一个 clutch oil 啦。clutch oil 你也是可以通过看你的这个弧的刻度，到底这个油是不是足够的。不足够的话呢，就可能要 top up。当然，如果少到很够力的话，你就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 clutch system 有没有漏油啊，还是怎样的情况。所以这一点就是可能这几个油的检测情况啦。再来，如果你是比较属于那种老式车，有油压式的 power steering 的话，你可能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油壶的刻度来检测你的 power steering oil 是不是足够的。所以这几点就是这个油的检查啊。再来，我们看一下水的检查。水的检查，首先最主要的肯定是你的当机水啦。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当机的 spare tank 看到这个刻度这边到底是 full 还是 low。如果不够的话，就是要 top up 啦。但是我个人建议，你要 top up 这个当机水的话，最好还是 top up 回coolant啦。因为如果单单只是 top up 水，因为水的沸点是100度，而且有些 Continental 车 engine 工作温度比较高，普通的水无法让它很好的冷却，就好比如 Merc 的车啊。所以如果你只是单单加水的话，水100度沸点到了过后，它沸腾了，那水不够了，是不是会导致你的当机不够水，然后就在 overheat 呢？所以我个人建议，不管是 Continental car 还是日本车，最好还是要加coolant会比较好啦。而且coolant其实也是很便宜罢了，多大的原装coolant才24块钱啊，你在那种88店就可以买到了。但是如果讲你不要fully coolant的话，你也是可以coolant掺水啦，但是就是不要只是倒水就好。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买个coolant做 spare 会比较好啦。然后当机的检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你 start 了车过后，好像你 start 了车10分钟、20分钟过后，你再来检查，到时候你就会看到 ，nice。所以检查的话，你还是要等车子冷却过后再来检查会比较好啊。OK， 再来就是 wiper 水啦。wiper 水，我个人建议你还是用清水或者是专业的 wiper 水会比较好。有些人很喜欢水掺洗碗剂啊，因为这个洗碗剂个晚上过后它会沉淀，然后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你的 wiper 喷水膜都塞掉啦。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单单只是倒普通清水就很省钱，就很足够好啦。然后最后就是电池啦。
电池的话，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indicator 这边看到底它是什么情况啦。当然，有些人的电池是属于那种水的电池，你就要看一下它的那个水的 level 到底足不足够。不足够的话，你就去买上 battery 水去 top up 就可以了。battery 水也不会很贵啦，大概10块钱一支，你就可以差不多 top up 满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 engine 这边的部分的检查啦。哦，对了，还有一个 wiper blade。这个 wiper blade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今天你下雨的时候，你的 wiper blade 不好，扫到蒙叉叉，也是很容易导致你发生意外啦。所以这个 wiper blade 也是不会贵啦，你可能去买一个10块钱、20块钱那种 Denso 牌子的，就很足够使用了。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的前面的检查。OK， 再来就是车侧部分啦。车侧部分首先最主要就是打压，打压的话要注意什么？就是打压的风，打压的风通常我们都是打31个 PSI 啦。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看你的车门旁边有个 sticker， 然后可以确认你的车到底要打多少 PSI。因为有些车子可能在3到4个人的时候，胎压可能要比较高一点，所以这点的话还是要去看回你的车门旁边所连的 sticker。当然，正常来讲，我们通常都是打31个 PSI 就足够的。再来第二点就是打压的花，你的打压有没有花，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好比如我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这86的打压其实是没有花的，虽然讲它中间的勾花的显示还是够的。但是它的旁边已经是赤道已经开始波大了，因为这辆车是属于那种操控性比较多的车，所以它的旁边赤花会比中间来的快啦。所以这个打压其实是要换了的，因为打压来讲，打压就是4条最先接触地面的汽车零部件，所以这个就是跟你的驾驶时候你的安全最有直接关系的东西。这个等下我去换了啊，看一下有没有人 sponsor 我换打压了哦。然后打压换了过后，再来就是什么？你的 balancing 还有 alignment。如果你的车加到80以上的时候，你的 setting 抖到你阿妈都不认得啊，通常是有2个问题啦。第一就是你的 balancing 已经不好了，第二个就是你的 rise up 有问题。如果 balancing 不好的话，你就做个 balancing 哦 ；rise up 不好的话，你就换 rise up 啦。当然，做了 balancing 之后，第二点就是 alignment。alignment 来讲的话呢，如果你架一条很直的路，然后你的 steering 是很正在12点的。当然，有些时候可能1点左1点右1点正常的啦。但是如果你在一条很直的路，你的 steering 是一直偏在左边或者偏在一个右边的情况之下，这一点的话，你可能你的 alignment 已经有问题了。alignment 不好，第一点会影响到你驾车时候的那种舒适度，第二点就会影响到你的打压赤花。alignment 不好的车，它的打压赤花会很快，刚换不久的打压 alignment 没有做好，你就得重新再换过打压了咯。车尾部分最主要的准备嘞。首先就是你的 spare 打压够不够风啦 ，spare 打压有没有风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你的车子在路上爆胎了，你的 spare 打压，可是你的 spare 打压没有风，是不是有等于没有嘞？所以检查 spare 打压的风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再来，有了 spare 打压有什么工具啦？没有工具，有 spare 打压也不会开吗？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的工具很奇怪咯，可能他今天这 spanner 又拿去别辆车用，用了又没有拿回来。变成完全没有这个工具去开这个 spare 打压，我是时常遇到有这样子的人的哈。OK， 然后有些 hybrid 车，因为他们电池是因为在后尾箱的关系，所以原厂就配了补胎剂给车主啦。补胎剂，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很麻烦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什么？这补胎剂你用了之后，然后你找到一个打压店补好人打压，要马上的去清理里面的补胎剂。如果这个里面的补胎剂你没有清理的话，它干了过后硬了之后，你在驾驶的时候会导致你的轮胎在转动的时候不规则，你会觉得打压很抖。再来，如果它硬化的话，它清理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而且非常的臭，臭到你打不打汗。我之前有问过我打压店朋友啊，你要不要清补胎剂？他讲不要，你这种工不要来找我。我不要麻烦去清这个东西，臭得要死。你最好叫一个吊车，把你的车吊去我那边补胎就好了。因为清下来，其实那个工钱差不多的。因为那个工真的是很麻烦去清理，而且真的是很臭，臭到好像哎呦，打不打汗。好了，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可能你要把它钢泵的自我检测啦。但是我个人在这边还得提供你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确认。就是你要确认你的保险公司有没有 cover fully 的 towing service， 因为可能你的车子已经检测好了，但是还是有意外不小心抛锚在条路上的话，你要把这辆车子拖来 JB 维修。如果你的保险公司没有 cover fully 的 towing service， 你可能要花一个几百块钱到整千块钱把你车子从 KL 拖回来新山，
要不然你在 KL 维修的话，也有可能有机会被人家砍菜头啦。这种运气不好的话，就可能都会遇到的事情啦。当然，如果你有 cover Unlimited Malaysia 的towing service 的话，那是一个好事，因为不管你是在槟城啊，还是在 KL 啊，还是在哪里，总之在马来西亚范围之内，你都可以把车子拖回来你指定的地方来维修。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保险方面是必备的啦。但是可不可以 top up 我不太清楚啦，这点的话可能你要去跟你的 agent 去确认一下啦。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呢，就麻烦你帮我按赞分享一下。当然也希望你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哦。在这里也先预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啦。好了，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